欧盟委员会本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马口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长将持续14个月，可能在7至8个月内对中国征收临时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这次是打着所谓产能过剩的旗号对华发起这项调查。对此，中方已多次回应，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是相关国家担心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以此为借口抹黑打压中国。据路透社报道，负责监督欧盟27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本周对进口自中国的杜西钢铁板材展开调查，以评估相关产品是否以过低价格出售。调查将持续长达14个月之久，可能在7到8个月内对中国征收临时关税。杜西钢俗称马口铁，早期称洋铁，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清代中叶自澳门进口，澳门英文为马口，从而演变出马口铁这个名字。马口铁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密封性，被用作食品罐头、涂料、喷雾剂等容器的生产材料，以及广泛用于汽车制造、建筑材料等多个领域。路透社指出，对从中国进口的马口铁发起反倾销调查，是欧盟针对中国出口和中国企业在欧洲运营的一系列贸易和补贴调查中的最新一起。打出的旗号仍然是中国向欧盟倾销所谓产能过剩产品。但有观察指出，从美国对中国进口马口铁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未果来看，欧盟此次调查逆市场而动，最终或将同样无果而终。这种调查实际上，如果说推动了一些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真正落地，那么不仅是对于这个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呢产生着一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这个影响，同时呢，通过这种贸易关系上面的造成的冲击，也会使得包括欧洲自身的这个经济以及欧洲当前克服通胀的一些努力，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去年8月，美国商务部认定自中国进口的马口铁相关产品存在所谓倾销美国市场行为，宣布征收反倾销税。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美国政府之所以跟一片钢板过不去，是因为美国钢铁巨头企业克利夫兰克里夫斯钢铁厂生产的马口铁竞争不过市场上的同类外国产品，才提出相关申请。此事本质上是美国国内马口铁产能不足，但却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将矛盾转嫁出去，也引发美国业界不满。代表美国2000个标志性品牌的主要商业团体美国消费者品牌协会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毫无根据、不必要，且将适得其反。最终，今年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表决，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马口铁不会损害美国国内钢铁企业的利益，决定取消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实际上，近期美西方等国频繁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论，中方已多次回应，这本质上是相关国家担心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以此为借口抹黑打压中国，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值得警惕的是，本周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光伏企业也遭到不公平对待。自这2家中国企业退出罗马尼亚光伏园区项目竞标，欧盟委员会宣布结束对这2家企业的调查。此前，欧委会基于外国补贴条例对这2家中企的子公司以获得所谓扭曲欧盟市场的政府补贴为由，发起反补贴调查。由于企业承担非常庞杂的举证工作，且欧方未给予企业充分时间准备材料，2家中企被迫撤出该项目的公共采购投标。这是近3个月以来又一起中国企业被迫退出欧盟国家项目竞标事件。欧盟中国商会对此表态称，欧委会在相关调查中不公正、不透明和涉嫌歧视性执法，不仅给中企带来巨大的损失，也阻碍了欧方及欧盟成员国自身的绿色转型过程。微信公众号日渊坦田发文透露，对于欧盟接连发起并叫嚣不断扩大对中国企业反补贴调查的行径，中方其实也有充足的反制手段。欧盟在包括葡萄酒、乳制品等在内的农产品上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但欧盟在农业上存在大量补贴的现象。而去年9月，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从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作出反补贴裁决，继续征收反补贴税。外界同时注意到，就在1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决定自2024年5月19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具聚甲醛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该产品可直接用于或经改性后用于汽车配件、电子电器、工业机械、日常用品、运动器械、医疗器具、管道管件、建筑建材等领域。
观察指出，欧盟的补贴行为、倾销行为导致中国国内的相关产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那么，中方也有必要用实际行动展现中方维护中国企业利益的决心。如果欧洲继续采取行动，中方很可能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回击。中国方面呢，一方面也会在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这种框架内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那么同时呢，在这种框架外也有可能通过一些包括这种磋商交涉、有危机管控的这方面的方式呢，推动双方的这种相互认知跟相向而行。欧盟不断祭出针对中国企业和商品的反补贴调查行动，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但外界注意到，针对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调整为100%，欧盟方面的态度却偏向谨慎，没有跟随美国起舞。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在美国接受《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坦言，拜登政府对华增税行动并未与欧盟进行任何协商、通告和讨论。他表示，欧盟和美国是盟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100%意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专访中博雷利还表示，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贯立场，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支持台独。深圳卫视注意到，博雷利此前多次强调欧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去年4月，他在署名文章《中国与中欧关系之我见》中写道，欧盟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从未改变，仍从根本上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他同时呼吁各方应避免挑衅，降低冲突爆发可能。也是强调了这种欧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这个战略独立性，以及维护自身和关键利益的这种自主权。那么这些方面呢，对于就如何发展未来欧盟的这个对华关系，那么在未来欧洲议会的选举以及未来欧洲的这个政治变革的作用下呢，那仍然是这个中欧关系发展的基本的一个基础。18号，非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称，一名菲律宾军方高官被撤换。外界猜测，该人事变动或与其曾就仁爱礁问题与中方达成新模式协议有关。与此同时，菲总统马克思日前就南海局势再出狂言，声称将强力捍卫领土，并高调宣布采购5艘日本大型巡逻船，释放何种危险信号？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军方宣布已撤换非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部司令卡洛斯。菲军方表示，此举与争议性事件无关，是军队内部领导层和关键职位持续变动的一部分。海军少将托雷斯将接替卡洛斯的职务。深圳卫视注意到，托雷斯自本月5号起就暂代卡洛斯的职位。当时菲军方发言人称，卡洛斯司令正在享受休假时光，并会在休假结束后继续履行其西部军区司令的职责。而托雷斯少将仅是临时接任司令一职。10号，当被问及是否正在对卡洛斯进行调查时，菲军方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对其展开调查。不料，卡洛斯最终还是被撤职。此前，据美国彭博社和菲律宾主流媒体获取的一份通话记录，今年1月，中方官员与卡洛斯进行了对话。在对话中，卡洛斯同意以一种新模式处理仁爱礁菲方非法坐滩船只的运补行动，并向中方外交官确认，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非国家安全顾问阿尼奥都对运补新模式的建议表示认可。有菲律宾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在通话记录被媒体公开后，卡洛斯的处境就陷入尴尬。明明对新模式知情的特奥多罗和阿尼奥都矢口否认安排卡洛斯与中方达成一致。阿尼奥甚至公然宣称，关于仁爱礁运补的新模式只不过是凭空捏造，菲中在仁爱礁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特奥多罗则表示，只有菲律宾总统才能批准与中国在南海达成协议，暗指卡洛斯与中方达成的协议未经马克思授权，试图将锅甩给卡洛斯。在那之后，卡洛斯的司令官职位就岌岌可危。有菲律宾媒体甚至翻出其曾在中国求学的经历，质疑其与中国存在所谓特殊关系。菲军方卸磨杀驴的做法引发非国内政界和军界多位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站出来声援卡洛斯，并进一步曝光了该起事件的更多细节。菲律宾知名媒体人前参议员塔塔德近日在马尼拉时报撰文透露，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卡洛斯确实被任命与中方官员就缓和南海地区紧张局势进行会谈，而且是中方首先提出了缓和南海局势的提议，并坚持要求卡洛斯必须获得非政府高层的许可。阿尼奥和特奥多罗则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行了交谈，马克思也表达了想要局势降温的想法。
塔塔德认为，自始至终，卡洛斯都只是在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然而，在非军方高级官员和美国外交部门高官的一次谈话中被诘问为什么要和中方展开对话后，非军方高层当即谎称对此事毫不知情，还迅速将矛头对准了卡洛斯，向卡洛斯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他虽然还有1年多的服役期，但被建议应该提前退休。观察认为，卡洛斯最终被推出来背锅，暴露出菲律宾政府把外交沟通磋商、管控海上分歧当成儿戏，达成的共识可以肆意推翻否认。该起事件也成为了菲军高层的一面照妖镜，揭露他们从一己私利和个人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和处理这一问题，对菲律宾军方形象、国家形象和中菲关系健康发展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担当。这实际上严重违背了中菲之间的这种共识和安排。我们把这个内容公布出来以后呢，给菲方呢造成非常大的被动。那么他现在所谓说的撤换而不是撤职，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可能是留有一种余地。换句话说呢，菲方呢也不愿把这个事情做绝，也不愿做成一种坚决的对中国进行反制的这种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方面菲方采取一种反制的措施，但同时他留有余地。另据彭博社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8号在总统办公室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正在调查与中方达成运补新模式的录音，并称在亲耳听到录音内容之前，很难得出结论。对此，有观察指出，中菲此前就运补新模式通过外交渠道沟通，涉及处理这一问题的思路、需要遵循的条件以及可操作的实施方式，议题敏感严肃。菲军方无论是什么人和中方谈，无论以何种方式谈，无论与中方达成何种共识，都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都代表菲律宾官方而非个人。这种情况下，代表资格肯定是得到授权的，拍板决策是有受益的，沟通内容是逐级报告的。对于这些情况，菲军指挥链条必然一清二楚。菲总统作为菲军最高统帅，对此不知情基本不可能。值得警惕的是，马克思一面佯装对与中国达成运补新模式毫不知情，另一面仍在继续炒作南海问题。18号在非军校毕业典礼上，马克思高调宣称，面对入侵者，菲律宾将强力捍卫领土。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指明入侵者是谁，但有外媒配合炒作称，马克思这是几乎毫不掩饰地指向中国。Against intruders who have been disrespecting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we will vigorously defend what is ours, but our conduct always guided by law and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rules-abid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在南海局势持续升温之际，菲律宾还从日本追加采购了5艘价值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8.9亿元的巡逻船。根据非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这次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日元借款采购5艘全长97米的多用途快速反应艇，以及支付开发所需的辅助设施的费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加万表示，该型巡逻船可以长时间执行海上任务，未来将成为主力船。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与菲律宾还在推动防务合作协议签署。本月早些时候，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意推动尽早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加强安全合作，为联合演习创造便利条件。菲律宾的这一系列的行动显然都带有很强烈的和中国进行对抗性的行动。那么它增强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和它的海上的这个执法的能力，所以菲方这个做法呢，显然会容易导致在南海地区出现和中国的这个摩擦和冲突，从而加剧这种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可能会破坏南海安全稳定的这个局势的做法。菲律宾与日本走近离不开美国的攒局。美日菲领导人4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时，美国总统拜登就宣称，在南海对菲律宾的舰艇、飞机以及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触发美菲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外界注意到，菲律宾本周精心策划的冲闯黄岩岛闹剧进行时，美国却悄悄退出闹剧舞台。自称菲律宾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从15号开始冲闯黄岩岛，号称目标是到达黄岩岛附近布设浮标，彰显主权。在菲律宾船队当天出发之前，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非法聚集船只进行现场管制，向该地区部署了数十艘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只，呈现出压倒性的力量。菲律宾船只在离黄岩岛还有50多海里的地方便停滞不前。
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注意到，此前一直在南海活动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在菲律宾船队在黄岩岛附近准备折腾闹事时，已经一路南下，撤到2000公里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学者彼得章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警告，与美国走得太近，可能会让菲律宾成为大国竞争的附带牺牲品。南海实际上是中国和东盟共享的一片海洋，也是我们的共同的家园。那么我们在经贸上，在海洋安全上，包括在我们这个人文交流上，都有非常广泛深厚的这种合作。美国利用菲律宾来挑衅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实际上它要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从而破坏中国和东盟的这么一个战略友好合作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做法，我们中国是不能容忍，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也不能容忍。所以我想，东盟国家应该在这点上，那么也对菲律宾进行一定的这种劝说，甚至进行一种牵制。菲律宾撤换了非西部军区司令，总统马克思宣称要调查录音是否属实。您如何看？梅西你好，马克思说要调查录音是否属实，意味着呢推翻了前几天菲律宾高官的振振有词，反正所谓的录音呢是伪造的，是人工智能合成的，才是真正的胡编乱造，否则呢就不用调查是否属实了。而把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撤职，则更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相当于承认中菲间呢有君子协议，仁爱礁补给问题有新模式的存在。一个连小孩都知道的办法是让这位海军中将出面澄清，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可是呢，菲律宾方面呢采取的是悄悄埋葬的办法，先让海军中将休假，让国际记者找不到当事人，接着呢解除他的职务，恐怕呢短期内是不会露面的，可以呢缓解菲律宾的尴尬。问题来了，为什么菲律宾呢要进行调查，让当事人避开公众视线呢？一是菲律宾呢难以蒙混过关，中菲呢的确存在仁爱礁补给问题的君子协议，所以呢用调查来让这件事慢慢的降温。二呢是菲律宾开始服软，意识到不是中国的对手，在黄岩岛仁爱礁争端上呢是干不过中国的。菲律宾集结100艘渔船试图侵闯黄岩岛，结果发现呢有多艘中国海警船和民兵船只就在前面等待，不得不落荒而逃。中国海警呢还在黄岩岛举行了演习，公布了至少9艘中国舰艇像扇子一般在海上排开航行的画面，这让菲律宾呢忌惮。三呢是中国海警发布了行政执法程序规章，其中呢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如何处置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外国人，指出中国海警有权拘留非法出入境的外国人，最高期限可以高达60天。这就是说呢，中国海警是可以依法拘留侵闯南海的菲律宾人士，包括强行向仁爱礁座滩破军舰提供物资的非法人士。看到中国是如此的强硬，并且公布了法律先行警告，那么菲律宾呢就设法后撤，设法解套了，扛不住了。我个人的估计呢，就是菲律宾开始服软了，知道呢是无力对抗中国的。但是菲律宾总统说话仍很硬，说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协议。在向军校毕业生致辞时，也强调菲律宾将强力捍卫领土。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真的会后退一步吗？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呢，都会把软话说得铿锵有力、义正辞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是一样，不可能呢在调查刚开始就亮出底牌。对军校毕业生的致辞，也不可能变成承认自身力量不足的检讨书。当然呢，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排除菲律宾还会胡搅蛮缠来测试中国面对仁爱礁补给问题会不会呢真的依法抓人。可以说，中菲南海局势依然是紧张的，擦枪走火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一次呢，中菲围绕仁爱礁补给问题，围绕君子协定的真伪，算是掀桌子了，撕破脸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也将聚焦于如何处理仁爱礁座滩破军舰上。这几年的中菲争端呢，都是围绕仁爱礁座滩破军舰而展开的。为了维护南海和平，就需要呢解决这艘破军舰的去留问题。中方近期呢提出了2个策略，一呢是强调破军舰呢对南海的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菲律宾呢得把座滩军舰呢给拖走。二是中国海警发布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涉嫌非法出入境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采取30到60天的拘留。很多海外媒体呢都认为这是有针对性的法律，其中呢就包括非法闯入仁爱礁的非法人士。
按照以前的君子协定，中国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中方允许的情况下，菲律宾呢可以向破军舰提供生活物资，但是不允许运输建筑物资，让破军舰呢自然的腐烂。现在呢，菲方撕掉这个相对人道的协议，那好，中方呢就必然致力于解决坐谈破军舰的去留问题了，不能老驻扎在那儿呢，破坏南海的生态。如果菲律宾破军舰执意赖在那儿不拖走，不排除呢中方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8号，越共中央向越南国会建议，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苏林担任越南国家主席，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副主席陈清敏担任越南国会主席。为何这2个人被提名接班？经历熔炉反贪运动的越南政坛是否趋于稳定？来看看报道。据越通社报道，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18号在越共13届9中全会闭幕后，同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举行小范围会议时表示，越共中央向越南国会建议，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苏林担任国家主席，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副主席陈清敏担任国会主席。越通社指，全会就递交越南国会的新任越南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人选的建议名单达成一致，该名单将在5月20号开幕的越南第15届国会第7次会议上予以表决。现年67岁的公安部长苏林已任2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越共没有政治局常委，故政治局委员属越共核心高层。若表决通过，苏林将接替今年3月引咎辞职的越南原国家主席武文赏，成为越共13届中央政治局任期内继阮春福、武文赏后的第3位国家主席。越南国会秘书长裴文强在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政治局尚未提名新的公安部长，因此即使当选为国家主席，苏林也将继续担任公安部长。苏林于1957年出生于越南北部兴安省，1974年至1979年就读于越南人民公安学院，毕业后服务于越南公安部的政治保卫部，开启了长达50年的国安职业生涯。他于1982年加入越共，于2019年晋升为大将军衔，2016年起任公安部长。外界普遍认为，苏林的快速崛起与其在越南的反贪运动中表现出色有关。阮富仲于2013年发起名为“熔炉”的反贪运动，近年来反贪腐之火越烧越旺，数百名包括副总理、部长和市长的高官以及企业高管被起诉或被迫下台。仅最近2年就有2任国家主席、1位国会主席辞职，2位副总理被拿下，而苏林正是该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任党内反贪中央指导委员会成员。据越南政府一份报告披露，在武文赏辞职几天后，苏林便敦促各机构加大力度调查重大腐败事件，并进一步将社会治安犯罪率降低5%。越南领导层素有4驾马车之说，即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是越南政治体系的4大支柱。越南国家主席主要担任礼仪性职务。多位观察家分析，苏林的任命可能是为接任越南最高职位越共总书记铺路。现任总书记阮富仲的第3个任期将于2026年结束。苏林实际上是在现在越南政治局委员里面，应该说资历是比较深的这么一位政治人物，因为他担任了12届、13届。政治局委员，并且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他为什么被选上？我觉得还是在于他的资历和他的政治的这个成熟度。与苏林共同提名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副主席陈清敏预计将担任越南国会主席。4驾马车之一的国会主席是越南立法机构越南国会的议长。自前任国会主席王庭惠于本月2号辞职，陈清敏便代理主持国会日常工作。现年62岁的陈清敏是经济学博士，1962年出生于越南西南部后江省，1982年加入越南共产党。陈清敏曾担任秦居市委副书记、书记、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2021年7月当选越南国会副主席。陈清敏的个人呢，应该说行事比较低调。虽然他取得过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呢，应该说他平时呢很少张扬，并且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并且在南方的这个秦居省曾经当过地方的书记应该说地方的一把手岗位经过了历练，并且也担任过越南祖国阵线的主席他们的祖国阵线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政协实际上在统战工作方面他还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有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学者表示，尽管经历了政坛大地震，但目前2架马车已基本就位。越南目前正在有步骤且相对平和地处理政局，下一步将大力发展经济。值得一提的是，越通社公布的阮富仲于18号主持召开越南主要领导人会议的照片显示，除阮富仲、越南总理范明正、苏林与陈清敏外，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明星也一起座谈并合影。有观察指，这可能预示着4架马车将演变成6架马车。